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从今天早盘盘面来看，我们看到整个比特币市场出现了快速反弹，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一马当先，完成了在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那么这轮行情，我们可以从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上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上方71000美金附近存在压力，然后在压力线位置上完成了下跌西游。那这里的下跌时间级别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我们可以在日线级别上看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唐僧阴线跌破了日线级别169日均线之后，剑指200日均线，也就是58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基本上到达之后发生反弹。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反弹过程当中先表现出来非常弱势，反弹西游走到沙僧阴线沙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上结束之后呢，行情开始缓慢重新启动。然后在昨天到今天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比特币的反弹西游正式成立。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到达筹码密集区。我们看到筹码密集区是在63500美金附近，然后它高点是在63800，到达这个位置上附近之后开始发生回落。回落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的压力位就在上方存在，然后目前正处在一个回落的过程当中。同时呢，本轮行情的盘眼，也就是龙头反弹的龙头呢，我们认为是 SOL。那在 SOL 的反弹过程当中，首先我们看到 SOL 率先提前于比特币走出了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完成之后，我们看到上方4小时级别169均线 SOL 在这个位置上150美金存在压力位，所以呢，在上周四的行情分析当中，我给出了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的目标位是在150美金，然后发动4小时级别对称性的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呢，我们看到今天 SOL 作为盘眼，它也出现了反弹结构，反弹过程当中再次遇阻169均线，也就是150美金附近开始发生回落。那么这轮行情，我们首先呢认为SOL 是作为盘眼存在的，同时呢，比特币这轮行情它的下跌趋势没有完全结束。为什么说下跌趋势没有完全结束呢？首先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对于比特币来说，这轮行情从15476低点开始，完成了3整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到达了62000美金附近。到达62000美金附近之后，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个宣告结束，然后上方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那这个悟空阳线走完之后，行情走势比较极端，上涨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快，所以呢，从3到6月份，我们一直处在一个悟空阳线遇到的干扰性 K 线组直到今天也是干扰性 K 线组当中。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到了周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的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那么根据周线级别的下跌预期，可能会走出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本轮行情的调整。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1年的时候，21年年初比特币出现高点65000美金之后，它经历了55%以上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调整幅度是55.6%。最大幅度55%以上的调整之后，行情才开始重启，到达了69000美金。而如今我们看到比特币从73777到低点这个最大调整幅度仅有23%，因此呢，我们认为本轮行情在对等的时间周期上在同等的时间周期上，21年的盘面和24年的盘面高度类似，几乎完全一致。那么本轮调整，我认为没有调整到位。那么当前时间段的反弹从昨天到今天的反弹过程，仅仅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的引发的动机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做出的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方黄色线是144日均线，位于64000美金。那么这个位置是压力位，那么在压力位附近，比特币就开始迅速回落。如果能重新回到6万美金附近，那么下一个目标点位是日线级别200日均线57000美金。那么从21年的盘面上来看，我们重新回到21年盘面21年的盘面当中，我们就看到200日均线曾经被快速击破，然后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下跌反弹过程。那么这轮行情，我认为这种类似的弧形的K 线结构仍然容易出现。走出这种弧形结构之后，比特币在8月份左右见底，然后10月份比特币月行情当中
重新启动它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欧，走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它本年度第4轮次减产牛市的最高点，我认为会超过10万美金这是整个剧本。而当前时间点7月1日。只是由于月线、周线它需要收尾，它收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收尾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十字星相对来说收的比较多，让你看似多头强势，但这种强势呢，往往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3连阴这个过程，它这种强势只是反弹过程当中一个强反弹，强反弹之后呢，我认为唐僧阳线最终会出现，唐僧阳线走完之后，这轮比较深度的调整过程才能宣告结束。因此呢，弱势还要经历一些震荡，还要经历一些最终呢在底部形成高位类似的同高位类似的收敛三角形之后比特币才能够做出什么呢？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重启动作。小币种方面，从今天的热搜榜来看，我们看到 ENS 这个属于以太坊域名领域的一个非常小众的板块，开启了快速上涨。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SOL 也是出现在热点榜，还有 WIF、PEP 这2个猛板块的币种。那么目前市场上对于山寨币来讲，我认为还是属于一个热点稀缺，山寨币仍然在虽然出现比特币出现快速涨幅的过程当中，他们仍然处在一个低位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热点是一个非常稀有的板块，热点出现了快速上涨，证明这个资金仍然在山寨币这方面没有很好的出路，所以呢，目前仍然不是一个抄底山寨的一个好的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WIF， 那么这个币种呢，我们认为是一个超跌反弹，在震荡过程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币种。震荡过程当中，围绕波峰连线4美金左右到波谷连线2.4美金形成收敛震荡三角形。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跌破，并且呢，我们看到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上来看，它做出了周线级别下跌细游过程当中的悟空阴线、八节阴线和沙僧阴线。那么下跌周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正在做的是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过程。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反弹细游调整到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和目前的八节阳线。那么我们认为在4小时级别上它存在一个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构成的位于2.5美金的一个压力位，因此呢，在比特币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对于这些山寨币种还不是追击的好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看看PEP， 那么 PEP 这轮行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4小时级别下跌收敛三角形同上涨的收敛三角形相互对称，然后4小时级别下跌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反弹，那么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在0.40133这个位置上构成的压力位，然后随着压力位它开始回落，回落过程当中正在接近近焦点位置。那么我认为这个 PEP 也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趋势，同时呢，可以看到日线级别这里下跌过程当中然后发动反弹，那么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可能会调整到的目标位，我认为是144均线以下为什么呢？原因是比特币可能会跌破日线级别200日均线，如果出现跌破日线级别200日均线，那么 PEP 可能会到达这个位置这是相互对应的，就是大币种和小币种大币种和山寨币互相对应的一个行情，在未来在短时间内会出现。同时呢，我也认为 PEP 是本轮牛市一马当先的领涨币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启动时间是在24年2月疯狂上涨，然后带动了比特币带动了某某板块的上涨。那么它的调整呢，也是领先于比特币领涨也领跌我们看到最大跌幅达到42%，几乎是比特币的1倍所以呢可以理解 PEP 是比特币的2倍杠杆那么在调整过程当中，我认为 PEP 之前涨幅巨大，它的调整幅度还没有到位它的目标点位是日线级别169均线附近0.50713，那么目前为止当前价格距离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7%的空间。所以呢，对于山寨币这块来说，耐心等待。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我购买我这本书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